想象一下这个有点反直觉的情境哦，就是你拿着一张中国大陆的官方身份证去注册一个主要在香港运营的支付 App， 结果系统告诉你，抱歉，你的权限受限。听起来蛮正常的哦，毕竟是跨区嘛。但是如果你掏出的是一本护照，系统反而会对你敞开大门，给你最高的转账额度哦。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在自家的地盘，护照的威力居然会大于身份证？哇，这个矛盾其实真的超有趣的。这其实揭开了整个跨境金融运作的真实面貌啊。因为我们面对的早就不是单一地区的法律了，而是全球的反洗钱标准，还有那些身份验证技术互相碰撞出来的结果。没错，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今天呢，我们手边有一叠关于2025到2026年最新的 APay HK， 也就是香港版支付宝的注册指南。对，这份资料非常新。没错，那无论你是准备去香港出差旅游，还是你纯粹对这种藏在日常 App 背后的金融逻辑很好奇，今天这集绝对非常实用。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帮你解开大陆用户到底怎么实名认证 APay HK 的这个迷宫。真的，这不仅仅是一个 App 的操作手册而已，它更像是一个绝佳的案例，带你一窥现在的跨境资金流动，还有数位身份到底是怎么被验证的。我们今天会帮大家厘清不同等级的限额差异，还有最重要的，给初学者一些避雷的建议。让你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消费需求，选择最聪明的设定方式。不过在探讨复杂的认证之前，我其实有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个 App 的初始状态。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大陆用户会特地需要去下载一个香港版的支付宝？毕竟现在去香港，很多地方直接扫大陆版支付宝也行得通啊。其实起点比大家想象的简单很多。核心驱动力说白了就是汇率优势，还有那些在地商户的专属补贴了。就是为了捡便宜吗？对，因为现在香港跟内地的生活圈高度融合嘛，很多用户很快就会发现，用香港本地的电子钱包，不仅可以避开一些跨境的手续费，还能直接参加香港商户的优惠活动。了解，这就是一种金融在地化的需求。但我记得以前你要跨入这个在地化的生态系，门槛其实超级高的。以前真的很麻烦。对啊，第一道墙就是你必须要拥有一张香港的手机 SIM 卡，这对一个只是去度个周末的游客来说，根本就是直接劝退吧。没错，但根据我们手边的最新政策资料，这道实体的高墙在2025年已经被彻底拆除了。哇，真的假的？怎么拆的？现在的 APay HK 开放了所谓的无障碍注册，也就是说，大陆用户根本不需要飞到香港去买门号，你只要在 App 里面直接选+86的大陆手机号码，就能收到简讯验证码，直接完成注册。等等，你的意思是我只要下载好 App， 输入我原本的大陆门号，连身份证都不用拿出来，我就可以开始消费了吗？某种程度上，对，就是这么快。这就是资料里面提到的未认证状态。在这种基础状态下，系统允许你去绑定像是 Visa 或是 Mastercard 这种信用卡，然后你就可以在香港的实体店面直接进行线下的扫码支付。哇，这听起来其实很像就像是拿到了一张游乐园的单日体验券，对吧？虽然不能玩所有设施，但逛逛街、买杯手摇饮绝对是够用的。没错，这个比喻很贴切，它的确就是一个体验券的概念。但是问题来咯，如果我打算去香港大采购，或者我突然需要转一笔钱给朋友，这张体验券的额度在哪里？1年1万港币的额度肯定不够吧？对，边界非常明确，在未认证的状态下，你的单笔消费限额大概就被卡在3000港币左右，那全年的累积限额就是1万港币。所以如果你走进精品店要买包包，这3000港币的单笔上限立刻就会卡死你。这时候我就必须向系统证明我是谁了，对吧？就是要进入破关升级的阶段了。没错，这就进入了金融界常说的 KYC， 也就是认识你的客户的环节。既然体验券不够用，你跟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就必须升级。
那具体又怎么升级？我看资料上写，这其实展示了目前数位身份验证的标准操作。对，流程其实蛮标准的。你就进入 App 里的账户与安全，然后点身份咨询。你可以选择中国大陆身份证或是港澳通行证，输入你的18位身份证字号、简体中文姓名，然后上传正反面照片。这里要注意哦，照片档案要小于5MB，而且要够清晰。这听起来跟一般注册差不多，但接下来那个步骤就是整个流程里最容易让人感到烦躁的活体检测。对，就是那个要你对着镜头转头啊、眨眼、张嘴的步骤。说真的哦，从技术层面来看，为什么光是上传高清的身份证照片还不够啊？为什么非得要把大家搞得像在做脸部体操一样？哈哈，做脸部体操这个说法很好笑，但其实是因为系统要对抗的根本不是你这个真实的消费者，而是潜在的 AI 深度伪造技术。为了仿 Deepfake。对啊，你单纯上传一张静态的 JPG 照片，对现在的技术来说，要伪造简直太容易了。所以活体检测的机制是为了捕捉你转头的时候脸部肌肉的光影变化，甚至是你微血管的跳动频率。哇，连微血管都测得到。对，这些是平面的2D 图像，甚至是一般的影片都无法伪造的。系统就是透过这种微小的细节来确认荧幕前面站着的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AI 审核大概需要1到3个工作天了。原来如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认证过程总是有点卡卡的。那如果我好不容易对着镜头做完表情，审核也过了，我的限额会变成多少？好，如果你是用大陆身份证或港澳通行证认证通过，你的单笔限额就会提升到5000到1万港币之间，全年的限额会放宽到3万港币。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解锁了小额转账跟跨境支付，对吧？没错。等一下，这里就是我们开场提到的那个超有趣的矛盾了。在一个中国香港特区的 App 里面，拿护照去认证的权限，竟然比拿中国大陆身份证还要高。这听起来真的很反直觉啊！其实如果只看单一 App 确实很怪，但如果我们跳脱出来，从全球反洗钱，也就是 AML 的宏观架构来看，一切就说得通了。怎么说？因为护照啊，它不仅仅是一本小册子，它是国际民航组织，也就是 ICAO 标准化底下的一种全球信用凭证。它的防伪等级、发放的审查流程，甚至它跟国际刑警组织资料库的联动性，都远远高于一般的地区性身份证。换句话说，当 LA Pay HK 允许你进行大额的跨境资金流动，比如说单笔超过1万港币，全年高达5万港币以上的时候，它面对的监管压力不只是香港金融管理局而已。没错，还包括了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审视。平台必须有能力向国际监管机构证明啊，我们清楚知道这笔大额资金到底是谁在移动的。你注意看护照底下是不是有2行机器可读码，叫做 MRZ。对，就是很多箭头跟英文字母那边。对，那个区域包含了一套全球通用的校验逻辑，所以使用护照作为 KYC 的凭证，能让平台在反洗钱审查上获得最高的合规分数。这就是为什么护照能帮你解锁包含大额转账、汇款，甚至逃跑购物这种全功能的最高权限。哇，这个机制真的非常有意思，等于是说，国际社会对护照的背书，直接转化成了你在 App 里的消费额度。对，就是这个概念。但是啊，现实状况往往很骨感啊，很多听众在实名认证的时候，那个 AI 根本就不买单啊，身份证怎么扫都失败，一直说反光还是模糊。如果遇到这种验证卡关的状况，我们有什么 Plan B 吗？当然有。既然我们刚刚说了，护照的机器可读码是全球标准化的，这就成了我们最好的 Plan B。指南里面其实强烈建议如果你的身份证一直被判定模糊认证不过，你就直接改选护照这个选项重新上传。因为它的辨识成功率极高。对，因为那个 MRZ 区域的设计本来就是为了让全球各地的机器都能零误差读取的，所以它通常比身份证上那些容易反光的防伪标签好扫很多。了解。
但如果我刚好就没有护照呢？难道我就要一辈子被锁在那个体验券的等级了吗？当然不是。如果真的没有护照，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替代方案，你可以跳过身份证上传这个步骤，直接去绑定一张大陆发行的银行卡，像是 Visa 卡之类的。等等，绑定银行卡就可以认证身份？对，系统会对这张卡进行一笔0.01港币的小额扣款验证，确认身份之后，这笔钱随后就会退还给你。哇，这招超聪明的诶！这个0.01港币根本不是手续费，它是 Alipay HK 在向我的发卡银行敲门，对吧？你完全抓到重点了。因为当初我去银行办这张 Visa 卡的时候，银行早就对我做过超级严格的身份查核了，所以 Alipay HK 其实是在外包它的背景调查。没错没错，只要银行授权了这笔0.01港币的交易， Alipay HK 就等于是借用了银行的安全许可证，这在金融科技里面叫做利用既有 KYC 进行身份叠加。透过这种交叉验证，就算没护照，也能提升一定程度的权限。那如果这些方法你都搞不定，资料也有建议啦，可以考虑用 WeChat Pay HK 或是大陆支付宝自带的跨境支付功能，只是限额就会比较低了。其实这就很像是，如果你只是去香港买杯喜茶或者吃个木屋烧烤，那未认证的3000港币单笔额度就绰绰有余了啦。根本没必要为了一杯奶茶搞得好像要开一间跨国公司一样去申请最高权限，对吧？真的，这就是我们给听众的功能抉择建议。不要盲目追求最高等级的认证，你应该根据你的实际消费额度来选择。过度追求不符合需求的权限，有时候反而会增加你个人隐私暴露的风险。好，那假设我现在真的有大额需求，我也顺利拿到最高权限了。我看着荧幕上的高额度，准备大展身手，要把钱转进 Alipay 的 HK 的时候，专家警告来了。这时候是不是该先踩个刹车？绝对要踩刹车。当你准备把大笔资金转进去的时候，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是所有初学者最容易忽视的致命风险。是什么风险？就是外汇管制。当你完成认证，开始进行跨境资金流动的时候，你必须遵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就是 SAFE 的报备规定。你要记得，每个人每年是有5万美元的外汇限额的。也就是说，我不只是在玩一个 App 而已，我的一举一动都已经进入了监管的雷达网里面。完全正确。而且，如果你刚开通账户，就突然来个大额或者异常频繁的跨境转账，这在系统眼里超级可疑的，就像是一个刚拿到驾照的新手突然开着大卡车在半念狂飙一样。对，系统根本不知道你是要买东西还是要洗钱，所以极度容易触发系统的反洗钱警报。一旦触发了，最惨的结果就是你的账户会直接被冻结。哇，账户被冻结超麻烦的，钱卡在里面拿不出来。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初学者到底该怎么做？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个新手黄金法则，那就是小额资金测试。小额测试具体要怎么做？就是强烈建议大家，当你刚开通功能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口气把几万块转进去，你务必先从一笔很小的金额开始测试，比如说转个10块、50块港币，先确认通道有通就对了。没错。你要先确保你绑定的信用卡或银行卡扣款是正常的，然后资金入账到 Alipay HK 也完全无误之后，再根据你实际的需求，慢慢的逐步增加金额。了解，这感觉就像是在帮自己买保险一样。没错，为什么小额测试这么重要？它不仅仅是为了防止 App 出错，更重要的是，它是保护你个人信用跟资金安全的最佳防护网。你要知道，在现在这个资讯爆炸而且监管超级严格的时代，便利性绝对不能凌驾于合规性之上。便利性不能凌驾于合规性，这句话真的是划重点了。好，今天我们聊了非常多实用的资讯，我们快速帮大家收敛一下今天的重点。好吧，从一开始，我们可以用+86的大陆门号轻松完成零门槛注册，拿到单日体验券。然后我们理解了未认证、身份证认证以及为什么护照认证可以拿到最高限额的阶梯差异。对，还有如果验证卡关的时候，记得用护照当 Plan B， 或是用银行卡做小额扣款验证。没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底线，就是千万要记得从小额测试开始，
并且严格遵守外汇局的合规要求。其实啊，今天我们虽然花了很多时间在谈论一个 App 的认证过程，但这背后折射出了一个更深层的现象，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思考。哦，什么现象？就是数位金融正在重新定义所谓的边界。你想想看，你的手机加上你的身份证件，现在正在变成一本无形的跨境金融护照。哇，无形的金融护照。对啊，过去我们出国看的是实体海关的脸色，但在未来，决定你能不能在全球畅行无阻、自由消费的，可能不再是实体国界，而是你数位钱包里的权限。这是不是代表演算法的决定，甚至比国界更能决定一个人的全球行动力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观点呢。下次当你拿起手机，轻充币一声条码完成付款的时候，也许可以细细品味一下这个藏在几毫秒背后的庞大金融运作。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这些资讯对你未来的香港之旅，或是对数位金融的理解都有帮助。没错，记得根据自己的需求，聪明选择认证方式哦。鼓励大家继续保持好奇心，我们期待下次再跟你一起深入探索新的知识宝藏。下次见喽，拜拜。拜拜。